大概就会修复好。他竟然遇见了一个能够修复灵元的人，天哪，这得有多厉害！秋瓷，去找一套干净的衣裳，给这位姑娘换上。是，你刚才输入我体内的是灵力吗？白衣男子起身，走到小水池边净手，行动自若悠然，根本看不出他有眼疾的模样。一种治愈之力，真厉害！我也想要这种治愈之力。若是拥有了这样一种牛逼的治愈之力，他日踏上凌云大陆，那简直可以横着走。这一笑，当真是公子如玉，倾国倾城。难。为什么呀？天赋。这个是的，厉害的人都有天赋啊。灵元受损，半个月之内都要休养，你不能再擅自使用灵气，否则会加重灵元的受损程度。主子，人带来了。啊，应该是我爷爷。进来。门吱呀一声打开，九九抬头，一声爷爷还未喊出，直接卡在了喉咙里面。因为进来的人竟然是楚一之。楚一之原本一脸焦急地进入屋子，一眼就瞧见了躺在床榻上的九九，还有他露出来的白嫩平坦的小腹。他一愣，接着赶忙转开视线。徐九九，你没事吗？我没事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没事儿，你躺在这里做什么？你知不知道大家有多担心你？寺里来了个刺客，刺死3个巡逻的和尚，你又不见了，大家都急坏了。结果出来个冷面男，说你在这里，我怕是陷阱，就自告奋勇的来了。闭嘴！楚一之的眼神落在白衣美男的身上，当即就是一怔，这个男子可真好看啊！秦九九，你还有没有点廉耻之心？竟然只穿中衣，而且还在陌生男子面前袒胸露乳，你怎么如此的见异思迁？你这样对得起3哥吗？你还会再给我说一遍？可是因为丹田处传来的剧痛，却又仰躺了回去，疼得九九倒吸一口凉气。躺着，过1刻钟再起来，否则刚才修复的伤口会裂开。九九气得咬牙切齿，躺在木板床上瞪着楚一之，滚！哟，让我滚啊！我打扰你们的好事是吧？装的跟真的一样。伤口哪儿呢？骗鬼呢？伤口给我看看。需要我帮忙吗？劳烦了。什么劳烦了？这话一落，就见那白衣男子突然一挥手，楚一之整个身体都不受控制的飞了出去。秦九九，我要告诉3哥。九九抿着唇，脸色很冷。今晚你就留下来，我换个屋子。灵元受损是大事，每过2个时辰便要修复一次。我一会儿还会回来的。你出不去，过了夜这法阵才会解除。早点睡吧，修此守夜。说完这句话，白衣男子推门而出。此时九九盯着白衣男子的身影。哎，我叫秦九九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若是不方便告知的话，不用说也没事儿。云峥。云峥？云公子啊？姓云吗？这么巧，跟我母亲是同姓吗？刚才那人是我未婚夫的弟弟，他这里有些问题，小时候发烧烧坏了脑子，经常断断续续的抽风。我想他刚才肯定是抽风了。肯定是这么回事儿，所以我需要出去看一下。他这个脑子只有我能治。你若是实在想去治他，就去吧，让秋瓷带你出去，切记不可情绪过激。好。秋瓷带着他往外走，因为灵元受伤的原因，所以九九走得比较慢。秦姑娘，你慢点。我没事。秋瓷，你家主子真会因为今晚的事情惩罚你吗？主子向来说一不二。这样啊，倒是我连累你了。要不你别跟着你家主子了，跟着我吧，我带你吃香的喝辣的。秦姑娘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我可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呢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你知道我的个人名言是什么吗？九九停下来看着秋瓷。是什么？吃遍天下美食，看遍天下美男。秦姑娘，你可真是个妙人。有秋瓷带着，2个人很快就出了布下阵法的竹林。木屋门口，云峥并未进屋。主子，这新姑娘明摆着挖您墙角呢，怎得如此不厚道？您还耗损自己的灵力帮她修复灵元，她可真是个白眼狼。陈一，你有时候情商太低。陈一说不出话了，他这是被嫌弃了吗？主子，你为何要救那位亲姑娘？秋燕被她伤了脚躲，现在在屋子里躺着，秋菊在侍候。秋燕是我的婢女，犯了错，自是我这个当主子的管教无方，所以救那位亲姑娘便也是我的责任。怎么，主子，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善良了？我一直都是慈悲为怀，否则怎么会每去一个地方，落脚的地方都是寺庙呢？是这样吗？云峥点头。
这才抬脚往屋子里走。临近屋子之际，云峥开口：“让秋雨去查一下这位青姑娘，她有什么问题吗？她有灵脉在身，而且是自愈体质。自古以来，只有拥有圣灵力的人才会拥有治愈之能。总之，查查吧。”她是自愈体质，主子，你说她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人？不知。秦九九，他没事，他爽得很呢。别问我，我简直难以启齿。楚皇子，你能把话说清楚吗？我家九丫头，她是在竹林里面吗？若是在，为何没跟着你出来？哼，他是在竹林里呢，他好得很，没受伤，而且还与一个男子共处一室。你说你的孙女儿，她还要不要脸？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三哥。这女人怎么够资格嫁给三哥呀？楚皇子，请你说话注意分寸。青青山有些愤怒地开口：“分寸，本皇子可没有无事生非，那是没进去。我真是难以启齿，她明明就已经是我三哥的未婚妻了，结果她还怎么了？”九九在秋瓷的搀扶下走了上来。秦九九，你还有脸出现？爷爷，九丫头，你没事吧？青青山慌忙上前，眼眶红着，看得出来是在隐忍。爷爷，我出了点事儿，被人暗算了，受了一点伤，不过好在遇到了人相救。雷大，快去拿把椅子。雷大嗖的一下转身跑回屋子里，拿了一把椅子，甚至还体贴地放了一个软垫在上面。秋瓷扶着九九慢慢地坐下。秦九九，你装模作样的干什么呢？还捂着肚子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怀孕了。你不是根本没受伤吗？你现在演的这一出是做什么？九九抿着唇，他记得白衣美男的话，不可情绪过激，不可动怒。你说够了吗？九九坐在椅子上，身子微微倾斜，靠着椅背。没说够。秦九九，你说你怎么那么不要脸？你对得起三哥吗？被我撞上了还不知悔改，竟然让你那个奸夫打飞我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九九始终淡淡的听着，只是在楚逸之说云峥是他的奸夫的时候，他的秀眉拧了起来。一旁秋瓷的脸色也不好看。不会算了，你又能怎么样？哼，秦九九，你这个模样是吃定三哥了是吧？这个世上人人都有一张嘴巴，所以每个人都该为自己说出的话负责任。你说话只凭畅快，却不顾他人感受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秦九九，你别跟我咬文嚼字，本皇子说话从来都是根据事实说话的，才不会冤枉你。哼，我真是傻了，才会跟一头猪讲道理。你骂谁是猪？金曜木曜何在？话音一落，两道人影顿时从黑暗中闪现出来。秦姑娘，您有何吩咐？来清凉寺之前，凤喜对你们可有交代？主子说了，一切全凭秦姑娘指示。金曜木曜雷大听令，在。给我往死里打，一切后果我来承担。放心，不会有什么后果的。三个人对视一眼。是。秦九九，你敢？还等什么？等着天亮吗？雷大站在楚逸之的后面，见到九九隐有发怒的意思，第一个就冲了上去，砰的一脚直接踹到了楚逸之的屁股上。楚逸之没有防备，一下子就摔了个狗啃泥。紧接着金曜和木曜也冲了上去。秦九九，你敢让人打我？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都没有吃饭吗？金曜木曜一听九九这口气，脚下更是毫不留情，又加了3分力气。两人一边打还一边腹诽：对不起啊，四殿下，我们也只是听命行事。疼，我的腰，疼。秦九九，你别以为你打了我就会让我屈服，我一定会把我亲眼所看见的全部告诉我三哥的。秦九九，你不要嚣张，等我把实情告诉三哥，他一定会休了你，看你到时候还怎么嚣张。继续，不要停，打到他狗嘴里吐出象牙了就可以停止了。一旁的秋瓷忍不住笑出声来。秋瓷，你笑什么？秦姑娘，你还真想打死他？他不是你未婚夫的弟弟吗？哼，弟弟怎么了？就是因为我是他嫂子，所以才要教给他做人的道理啊。秋瓷，我告诉你啊，对付这种人啊，还是需要武力解决的，能动手千万别吵吵。秦姑娘，楚皇子他似乎没动静了。探一下鼻息，看看还有气没有。你有本事打死我！秦九九，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还有金曜木曜，你们是三哥的属下，居然帮着这个秦九九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！看到了没？他还要告你们状呢，索性一下子打死，扔到后山去喂狼。继续打。九九站起身来，
活动了一下脖子。是。住手！住手！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。小施主，这是为何动怒？依云大师，今晚刺客夜袭被我发现，结果在追击之时被其刺伤，而后受伤，被林中的云公子所救。可是我三弟，他愣是冤枉我，他怎么可以这样？依云大师，我是他的三嫂，我还能害他不成？打在他身，痛在我心。只是我这三弟实在顽劣，经常谎话连篇，而且喜欢骂人，有暴力倾向。我是真的管不住他了。他冤枉我也就罢了，怎可污蔑那林中的云公子？云公子那般高贵圣洁的人，怎容他的侮辱？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呐！对于九九瞬间变戏精的模样，雷大和青青山是见识过的，金耀也是领教过的，可木耀和秋瓷却是第一次见呢，简直惊得合不上下巴。若不是刚才亲自经历，就青姑娘这话我都信了。这才哪儿跟哪儿，楚皇子马上就要倒霉了。大哥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看着。此时已经有小僧上前，将楚一之谩骂九九的话禀报给依云大师听。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。大师，我这三弟生性顽劣，口无遮拦，而且很是喜欢惹事儿，这才带他来贵寺，也是希望贵寺能够挽救一下他。我跟他三个已经商量了，让他在贵寺剃发修行，净身养性。秦九九，你敢！秦九九，你污蔑我！我不要剃发修行，我要回家！三哥救命！秦施主慈悲为怀，既对本寺予以重托，本寺必然会全力感化楚施主，誓意将其拉回正道。有劳依云大师了。啊，秦九九，你真的？你敢？你让我当和尚，我跟你拼了！忍着那一身的剧痛，就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朝着九九就冲了过去。九九捂住胸口，微微后退，脸上情真意切。三弟，嫂嫂是为了你好。阿弥陀佛。依云大师摇头，出手就抓住了冲向九九的楚一之的后领口。楚施主戾气太重了。他戾气重？他是被青九九给坑了。今日本寺正式接受亲施主的委托，以感化其三弟一心向上，消除其一身戾气，让其改邪归正为目的，剃发修行1年，法号静心。来人，将静心带下去，明天举行剃度仪式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雷大，天一亮去将我带来的10万两银票的香火钱投到功德箱内。施主慈悲。雷大一脸崇拜，大小姐段数太高了。金耀木耀更是一脸木，这是发生了什么？青姑娘3言2语就让楚皇子成了和尚吗？10万两银票的香火钱，那是他的，他用来娶老婆的老婆本。楚一之真是要哭了。此时他被2位小僧拽着，想挣脱都挣脱不了。九九三嫂，我错了，三嫂，我不要当和尚，我错了，我不该瞎说的，我不会告诉三哥了。我不当和尚。九九看他一眼，背对依云大师，嘴角勾起一个恶意的笑。早知现在，何必当初呢？完了。秦九九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就是做了和尚，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楚一之被带了下去，依云大师派了6个小僧去看守，显然将他列为了重点管教对象。依云大师，刺客抓到了吗？回施主，其中3位刺客在这3位施主的追击下，均已全部抓获。本寺又捉到1位刺客，只是这4人均已自尽身亡。阿弥陀佛。依云大师，天快亮了，让各位师傅都回去休息吧，想必今晚没事了。让各位施主受到惊扰，实为本寺之责。本寺自今日起会加派巡逻人手，以防再有类似事情发生，也确保亲将军祈福顺利进行。阿弥陀佛。有劳了。亲姑娘不仅医术了得，这坑人的程度也是高手中的高手，厉害厉害。知道就好，以后你只要记住，天大地大，亲姑娘最大。
还有我听说土药和水药得罪过青姑娘，这才被主子扔进山里挖煤的，日后也离他们远点儿。听大哥的。爷爷，我已经没事了，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。爷爷睡不着，担心你。九丫头，是什么人要杀你？今晚的刺客真是冲着你来的吗？爷爷，不用担心，快回去睡吧，我还有事情要处理，那个领头的刺客还没有抓到呢。什么？还有一个刺客没有抓到？九丫头，你说你自己受了点伤，难道就是这刺客伤你的？不是，说来话长。爷爷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雷大，保护好爷爷。九丫头，你可莫要出点什么事。青青山回了屋子，九九眸光一转，看向金耀木曜，不是凤喜最得意的暗卫吗？竟然会被几个刺客引开，我看你们也该是退休了。金耀木曜瞬间一身的冷汗，单膝跪地。青姑娘恕罪。实在是刺客狡诈，采用了声东击西之法将他们迷惑。接下来你们寸步不离的守着我爷爷，将功赎罪。若是我爷爷有个差池，你们可撤。是，青姑娘。九九这才点了点头。秋瓷，扶我回去吧，又要拜托你主子了，好疼。好。秋瓷扶着九九往云蒸处走。金耀和木曜对视一眼，此刻金耀眉头紧拧，对着木曜说道：立刻传信给主子，告诉他寺中发生的一切，令主北青姑娘受伤。那楚皇子不必提他。秋瓷扶着九九往竹林走，一双眼一直在偷偷打量着九九。秋瓷，你看什么呢？九九停下来，含笑看着他。青姑娘，你有话直说，没关系的。那我真说了。你说。青姑娘，您可真是杀人不见血，秋瓷佩服，多谢夸奖。秋瓷，我昨晚是追一名刺客才进入竹林的，如此厉害的阵法，我都无力招架，何况那名刺客，他是否也是被你们的人抓住了？什么？还有一名刺客进入竹林了吗？对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要不然我为何会那么晚进入竹林？啊，我还以为你是为了靠近主子。瞎说什么呢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是我误会了。白日的时候，我听秋霜说了，有一个女子跟主子说上话了，说是脸上微有瑕疵，我还想着是不是你呢？会那么巧吗？结果晚上就碰到你被秋菊给伤了，所以我就猜测你可能是来接近主子的。怎么，有很多姑娘试图偷偷接近你主子吗？无数多。也对，你家主子那般谪仙般的人物，喜欢他的女人肯定是前赴后继啊。我要不是有了未婚夫，我也去爬他的床。依晨还在守夜，九九那爬床的话一下子就被他给听见了，脚步一抖，差点一跟头栽到地上。这个女人真是够了。青姑娘，你又开玩笑了。没有啊，我说的是大实话。青姑娘，你未婚夫一定也很优秀吧？秋瓷问道。我未婚夫啊，肌实如玉，烈松如翠，狼艳独绝，齿无其二，就是形容我未婚夫的。总之我未婚夫啊，就一句话，简直俊美的让人合不拢腿。婷儿，我只有这一个愿望，见见阿喜，这之后我再也不会回来，我会永远留在药王谷的。你见不到凤喜哥哥了，他去清凉寺找九九了。去清凉寺了？对，所以你有什么话也可以告诉我，我能帮你转告。这样啊，那真是太遗憾了，我明天就要回药王谷去了。那聘儿，你帮我转告阿喜，就说我祝他和九九幸福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钟离梦抬脚往大门口走去，钟离梦一转过身，表情就变了，阴狠毒辣，甚至还透着疯狂。他现在就要立刻去找师父，将蓝聘儿灵脉觉醒，体内有灵元的事情告诉师父。蓝聘儿，我等着看你凄惨的下场。等一等，钟离梦身子一僵，慢慢的转过身子。怎么了，聘儿？还有什么事吗？我想问一下，师父来这里真的是找我的吗？可能吧，我回去帮你打听一下，毕竟你叫过我离梦姐姐，这些日子你也小心一点。钟离梦一脸温和的说道。哎，咱们的话题也跳得太快了，咱们不是聊刺客的问题吗？没事儿，只要那刺客进了这竹林，定然就是鱼儿进了网，逃不出去的。咱们回去问一下，想必他也应该是被抓起来了。穿过海棠花林，云峥已经站在木屋处，晨光如雾，他一袭白衣，倚门而站。我要不是有了未婚夫，一定扑倒你们家主子，真是秀色可餐。秋瓷嘴唇一勾，赶紧看向自家主子，
青姑娘声音没那么大，主子应该没听见才对。此时，依晨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，一双眼冷飕飕地落在了九九的身上。哼，有病吧？依晨眉眼一怒，隐有动手揍九九的架势。依晨，退下。依晨很不甘心地退下，而后还是防备又冷漠地盯着九九。哼，看我不顺眼啊？有本事你打我啊！你叫依晨是吧？你别欺负我现在受伤了，等我未婚夫来了，非让他把你拖到后山的瀑布处，打得沉下去，扶都扶不上来。到时候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瞪我，冲我冷笑，我腻歪了。什么样的男人能看上你？眼瞎了吧？片儿咬着唇，顿时心里就闪过一丝丝的愧疚。其实钟离梦也没有那么坏哦。那个，离梦姐姐，刚才对不起啊，我不该打你，我只是气急了。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是我不该那么说。那我让厨房的人给你做点饭，你吃了再走吧。不用了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啊。钟离梦挥了挥手，出了王府大门，一张脸顿时阴沉的不得了。死丫头，贱人，装模作样，以为打我一巴掌给个甜枣吃，我就会原谅你了？不可能！蓝聘儿，你等着吧，我看着你怎么死。钟离梦匆匆来到东郊小院，虽是白日，可这里地势偏僻，人烟荒芜。钟离梦蹑手蹑脚地进入院子。他吞咽了一口口水，轻声开口道：“师傅，你在吗？徒儿有重要的事情禀告。”进来吧。九九下意识地去看云峥。主子，我无事。率先进入屋子。伤口应该疼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很疼。躺下吧。九九乖乖地躺在床榻上，云峥坐在床榻边上，伸出手附在他的小肚子上。不知怎么的，九九耳朵莫名其妙的有些发热，就是因为楚逸之那个傻缺说的那番话，让他心里到底是起了一些波澜。如果阿喜知道有个男人在摸他的肚子，这个家伙会不会生气啊？云公子，你是不是摸过很多女人的小肚子？青姑娘，主子救人是分人的，我跟在主子身边这么多年，主子只救过2个女子，其中一个就是你。这样啊。秋瓷，退下。秋瓷知道自己多嘴了，于是乖乖退下，再不敢多言。此时源源不断的灵力顺着云峥的皮肤涌入到他的体内丹田之处，缓解了那种锥心的腹痛。温暖的气流在小腹间流淌，舒服的九九脑袋迷迷糊糊的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清晨，第一缕朝阳升起，云峥收回手，脸色有些淡淡的苍白。主子，你还好吗？无碍。主子，是秋瓷莽撞了。无事，我若是不想救，你就是跪到天荒地老，我也不救。主子的意思是他自己想要救吗？可是为什么呢？美人儿。秋瓷差点笑出声来，抬眼就瞧见自家主子嘴角隐约闪过一丝的笑意。秋瓷，你之前与这青家姑娘说过话？主子似乎对青姑娘很感兴趣，于是便一五一十地将那日在京都街头的冲突说了一遍。云峥坐在椅子上，淡淡地听着。这样啊。这青姑娘当真是个爱恨分明又有原则性的人。秋瓷，我之前听你说过，若一个女子喜欢一个男人，便会送其定情信物，若送的是玉佩的话，代表的是她想与其私定终身，是吗？四国是有这么个说法。云峥手放在膝盖上，他的眼神似落在床榻上九九的脸上，又似没有。那如果一个姑娘你接二连三的遇见，你说这是不是有缘？是，的确有缘分。云峥起身，似乎是在沉思。那若是这女子已经有了未婚夫，又送玉佩给别的男子，又是怎么回事呢？秋瓷真的是被问愣了，不自觉地看了一眼正在睡觉的九九。秋瓷有一种感觉，主子说的似乎好像就是青姑娘与他自己，那他会不会是想什么？会不会是想一女二夫？秋瓷，你想法有时候真的挺独特的。主子，青姑娘说她昨晚是追刺客追到竹林的，但是我刚才问了一下依晨，并未见到刺客，是逃了吗？查，这人定还在这里。是。秋瓷转身出门，云峥从怀里摸出一块玉佩，放在掌心中，摸索了一下，上面有一个9字，轻轻地放在鼻息间，一种很淡的混合花香味传入鼻息，与床榻上的女子身上散发出的淡淡香味如出一辙。主子，您在吗？早饭做好了，您是在屋里用餐吗？等着。
久久被吵醒，睁开眼睛，入目便是云峥的神仙姿容，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然而那个眼神没有焦距。醒了？你的眼睛是天生的吗？不是。那是什么原因？是后天造成的眼疾吗？我略懂医术，可以帮你看看。你放心，我只是看看，我的医术很厉害的。好。他凑到云峥的眼前，伸出一个手指在他的眼前晃了晃，没有任何视线的移动。久久从蓝戒中拿出一瓶药，这药是我自制的，一种能够让眼睛觉得舒服和清亮的药水，没有任何刺激性。我帮你滴一滴试试。好。云峥微微仰头，久久起身凑近，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的脸上。云峥的脸色并无异样，可是手心却出了一丝汗。门外的秋霜报告了一声之后，于是便恭恭敬敬地等在门口，闲得无聊，便将耳朵凑上门前。突然就听到了屋内传来的声音，有感觉吗？有。什么感觉？热。疼不疼啊？不疼。云峥公子，他竟然与那丑八怪女子在屋内做那种事情！天哪，云峥公子他怎么可以？他对得起大小姐吗？他必须要马上将这个消息通知给大小姐。秋霜快速地爬起来，跑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面，撸起袖子，露出手腕上碧绿色的镯子，不是镯子，而是一条青色的小蛇缠绕在他的手腕上。小青，你现在去通知大小姐，就说云峥公子爱上别的女人了。小青蛇吐着信子，摇摆着身姿离开了。云公子，我帮你看过了，你的眼角膜并未受损，而且能感觉到清凉液的药性，怎么会看不到呢？你的头以前受过伤吗？没有。那就说明不是脑部受损而压迫了视神经。此时云峥起身，我的眼睛并非是疾病或者受伤所致。啊？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。云公子，你耍我呢是不是？那你让我帮你检查个什么呀？我只是不忍辜负你的一片好意，毕竟你说自己的医术很厉害。主子，清凉寺金药来信。噌的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凤喜接过纸条打开。青姑娘受伤。凤喜将纸条握紧在手里，周身冷风飒飒，暗卫惊得头都不敢抬。立马，本王1刻钟之后启程前往清凉寺。聘儿刚刚从青雨的屋子里出来，看到凤喜一脸冰霜，心下一紧。凤喜哥哥，怎么了？聘儿，我要出去办点事，你在府中好好待着，别乱跑，我会安排好一切。是九九出了什么事情吗？九九那里遇到点麻烦，我去看一下。没事吗？没事，你别担心，记得按时吃饭。凤喜说完这话，转身就急匆匆地离开了。聘儿看着凤喜的背影，心下有些担忧九九，但同时又有些感动，因为九九，凤喜哥哥变得有人情味了，还会嘱咐他好好吃饭呢。九九，你要平平安安的回来啊！九九跟云峥从屋内出来，侍女秋霜正等在外面。主子，早餐已经做好了。九九一抬眼就撞上了秋霜的眼神，探究、愤恨和不甘心一闪而过。大美女姐姐，咱们又见面了，好有缘分啊！哼，如果你是我家的侍女，就凭你这般的待客态度，我绝不会留你。青姑娘可真是说笑了，我秋霜可没有资格做您家的婢女。也是，你是没有资格。秋霜气得一个倒仰，他是这个意思吗？这个青九九是傻的吗？难道听不出来他说的是反话吗？九九才不理他，摸了摸小肚子，饿了。云公子，青姑娘何事？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关系好歹算得上是朋友，你觉得呢？所以有些话我想说一下。好。侍女的教养决定了其主子的修养。公子在我心中清透无尘，圣洁高贵，但是其手下却是粗鄙不堪，毫无教养，这一点让我实在不解。公子对其手下是不是太纵容了？身后跟着的秋霜听到九九这句话，顿时一口气憋在胸口处。这个青九九什么意思？太不要脸了！才成了公子的人就想挑拨离间吗？这还了得！第一次见面，这位叫秋霜的侍女无缘无故口出恶言，出来道歉的是您。第二次出手伤人的是一位叫秋燕的侍女，收拾烂摊子的人又是您，耗损灵力修复我的灵源。秋霜，1刻钟之后带秋燕过来找我。是公子。秋霜打了个哆嗦，他狠狠地盯着九九，都是这个丑八怪多嘴多舌，挑拨离间。九九跟云峥一起来到小餐厅，刚靠近就闻到了那扑鼻而来的香味，九九顿时觉得更饿了。这一走进去更了不得了，
只见那小长桌上摆满了精致的美食。哇，啊，好饿啊！吃吧。这清酒姑娘确实如秋瓷所说，活得肆意潇洒。人生在世，不如意者居多，又有几个如清姑娘这样洒脱呢？这般人生态度的确是让人向往。抱歉，云峥公子，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不管你救不救我，这个婢女我都不会放过。公子，救命！求爷！依晨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其实脾气不太好，而且报复性很强？依晨打了一个哆嗦，看着九九黑色琉璃般的眸子，还有笑得眉眼弯弯的模样，咕咚一声吞了一口口水。这个清九九根本就不是个善茬，那根本就是个恶魔啊！公子，求求你，救救秋妍吧！我不想成为废人，我知错了。咎由自取，与人无有。公子，秋妍知错了，真的知错了。求求主子，救救秋妍吧！秋妍不想变成个废人，求求主子。依晨，将秋燕带下去。是。云公子，你都愿意救一个丑八怪，却不愿意救秋燕，秋燕不服，秋燕不甘心啊！公子愿意救谁，轮不到你来指挥。公子，属下先带秋燕下去了。秋霜跪在地上，大气都不敢喘。云公子，我先走了，祈福仪式快开始了。好，在下送清姑娘。海棠花翎纷纷落落，飞旋在两人的身边。云公子，我不是个喜欢吃哑巴亏的人，若是给你带来的麻烦，我很抱歉。无碍，清姑娘是性情中人，云某羡慕。云公子，可是心情不好？有一些。云公子若是愿意倾诉，九九便多待一会儿。云峥没有说话，他偏头，视线落在九九的方向，良久才开口：我并不爱她。啊？是不爱您的未婚妻吗？只是家族婚约。这样啊，那不能解除婚约吗？必须要找到一个人才可以。哎，本是不问尘世所扰，却避不开红尘所困。这个人找到了吗？已走遍九州六国，仍是毫无所获。会找到的。九九开口。但愿。清晨暮色，清凉寺的中音悠远厚重，绵长的如同旷古之音。参天大树在寺中摇下细碎疏影。啊，我该回去了。好。刚刚靠近王府，便只瞧见凤喜一身蟒袍骑马绝尘而去的身影。阿喜，可留给他的只有一道影子。钟离梦皱眉，这大清早的，阿喜这是要去哪儿？而且看样子真的很急。钟离梦敲响王府大门。钟姑娘，王爷有令，若您再来府上，不可私自进入，需进去通传。听到这话，钟离梦仿佛被人狠狠甩。阿喜，你当真就这般绝情吗？我是来找聘儿姑娘的，不是来找你们主子的。那钟姑娘，您请稍等，小的去通知下兰姑娘。砰的一声，大门在钟离梦的眼前毫不客气地关上。狗眼看人低的玩意儿！他说找我吗？是的，说是找姑娘您的。有没有说是什么事儿啊？看了一眼身后的房间，小叔在里面躺着，他不想钟离梦进来。走吧，我跟你过去一趟。聘儿与门童一起来到大门口，门吱呀一声打开，钟离梦还站在门外。聘儿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林梦姐姐，不是你找我吗？是啊，是我找你，咱们进去说话吧。聘儿却是微微一侧，身子挡住了钟离梦的脚步。林梦姐姐，你有什么事情就在这儿说吧。钟离梦脸色一沉。聘儿，你什么意思？林梦姐姐，你要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我师父来了。这话一落，聘儿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干干净净，甚至身体都忍不住的颤抖。我听说师父这次来就是来找你的，毕竟你的血是难得的珍品佳药。我已经跟药王谷没有关系了。当年风喜哥哥接我回来的时候，就说了不准师父再找我。还有九九说我不能再被放血了，我的身体会承受不住的。九九那么尽心尽力地调理他的身体，才有了起色。他不能辜负了九九的心意，而且他还有小叔要守护呢。蓝聘儿，你这是在我面前炫耀吗？炫耀你自己已经不是之前那个可怜的活药人了是吗？钟离梦伸出手推了聘儿一把，因为聘儿正在愣神，加上心里的害怕，一下子就被他给推开了。啊，离梦姐姐，你干什么？哼，聘儿，好歹我们同在药王谷那么多年，
虽然说你现在身价水涨船高，但是你好歹叫我一声林梦姐姐，怎么我上门来竟是连一口水都不给我喝吗？还是因为你凤喜哥哥不喜欢我了，要赶我走了，所以你也在笑话我吗？不是这样的。那是怎么样？我只是想喝口水而已，而且我特意过来通知你师傅来了的消息。那要不你先进来吧。聘儿终于松口，于是钟离梦迈脚进入王府，一双眼睛左右打量，也不知道在看什么。聘儿，我上次来这里仿佛经历过一场大战，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什么？没。聘儿，你这是在敷衍我吗？我不想说，你偏要问我。哼，听听，这都是什么语气？现在都敢这样跟我说话了，丝毫不将我放在眼里了是吧？聘儿，你怎么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？林梦姐姐得罪过你吗？没有。那你现在不喜欢林梦姐姐了，对吗？我喜欢九九。那我呢？在妖王谷的时候，林梦姐姐不是也很关照你吗？也没有的，你都是对我不理不睬的，甚至林梦姐姐都不让我叫，只准喊钟姑娘的。我刚才来的时候看见阿喜亲妈走了，她是去哪儿了？聘儿摇了摇头，不想说。不知道。那我在这等一会儿，你去让厨房给我做点好吃的，我今天早晨还没有用餐，有些饿了。聘儿站在原地没有动。凤喜哥哥去清凉寺了，这个钟离梦要在这里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他还要进屋去给小叔喂汤呢。看这个时辰，营养汤也差不多该熬好了。怎么站着不动啊？快去吩咐啊，我都快饿扁了。此时伺候聘儿的丫鬟正端着九九给青雨配的营养汤走了过来。小姐，营养汤好了，是端进去吗？啊，不用不用，蹭蹭的就上前接住那碗营养汤。我来就好了。这营养汤就给我喝了吧。这不是给你的。紧接着就护住那碗汤。这是给谁喝的？给我的。是吗？那给我喝了吧。说着就去聘儿手上夺那碗营养汤。啪啦一声，啊，青雨公子的营养汤，小姐有没有烫到？赶忙上前去查看聘儿的伤势。你真是太讨厌了，不过是一碗汤，洒了就洒了，再去熬一碗就行了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这汤本就不是你的，你非要上来夺，现在打破了，你还说风凉话，你真如九九所说的一样，讨人厌。你再说一遍，再说10遍也是一样，你真是太讨厌了。好你个蓝聘儿，脾气真是见长，不就是一碗汤吗？至于吗？然后钟离梦脑袋一转，他想到刚才那个小丫头的话，喊的是青雨公子，所以说青雨在这里吗？钟离梦的眼睛看向聘儿身后的那道门，于是他抬脚就往那屋内走去。你干什么？你去哪儿？赶紧上前拦住他。青雨在这个屋子里，我进去看看。钟离梦说着就去推聘儿，就要往屋子里走。不准去，小叔不想见你。哼，青雨还真在屋子里呢。哼，聘儿这死丫头喜欢青雨那个瘸子。阿雨怎么了？受伤了还是怎么了？聘儿，你凭什么拦着我不让我进去？小叔怎么样都跟你没有关系，就是不准你进去。如果我偏要进呢？我不允许。不允许？聘儿，你以什么身份不允许呢？你跟阿雨什么关系呢？聘儿咬着下巴，睁着一双湿漉漉的大眼睛，看得钟离梦心里就来火。凭什么这个死丫头能有一双这么漂亮的宛如水晶一样的眼睛？以后我会嫁给小叔，所以请你走开，不准靠近小叔。聘儿，你也太不知道害臊了，嫁给青雨，他不会喜欢你这种发育不全的小丫头的。我与阿雨也是相交多年，所以对他还是比较了解，他不会喜欢你的。他喜欢的是像我这般温柔和善、妩媚俏丽的女子。你胡说，小叔不喜欢你，小叔喜欢的是我。我可没有胡说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上次阿雨昏迷，不就是我将他唤醒的吗？后来我去见他，他还表达了喜欢我的心意呢。这么多年了，没想到阿雨对我的心始终没变，还是对我情深不移。你胡说，你这个大骗子！聘儿一声大叫，猛地抬手，磅礴的魔之力顿时汹涌而出，对着钟离梦的胸口就挥了上去。钟离梦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砰的一声砸在了地上。他不可置信地抬起头看向聘儿，你再乱说我就打你。他从地上爬起来，一双眼睛上下打量聘儿，是不是这个蓝聘儿体内也是有灵元的？如果确定是这样的话，是不是他就可以霸占阿喜的灵元，变得强大无比，而他师父只要得到蓝聘儿的灵元就可以了。啊，聘儿，你现在怎么这么厉害了？对，我现在很厉害，如果你再乱说我就打你。啊，好好好，我不乱说了。聘儿警惕地看着钟离梦，不让他靠近身后那个房间一步。聘儿，
你跟凤喜哥哥一样都有灵缘了，你可真厉害。聘儿抿着唇哼一声，不跟他搭腔。这个聘儿竟然没有反驳，那么8成就是了。聘儿，我之前都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别生气了。你看你也出气了，你还打了我，我现在胸口都感觉好痛。聘儿，你知道的，我喜欢的是阿喜，所以我对阿宇真的是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你喜欢阿宇，我祝你们幸福。凤喜哥哥也不是你的，他是99的。我知道阿喜喜欢的是99，所以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找你凤喜哥哥说清楚的。我准备回药王谷去了。你要回去就直接回去吧，不用等凤喜哥哥了，我替你转告一声就行了。聘儿，我毕竟与你凤喜哥哥相识这么多年，有些话还是想亲自对他说的，我也会祝福他跟99的。聘儿抿着唇没有说话。